出差3个月，男友身后多了个小学妹。她坐在我的专属副驾驶上，茶言茶语。姐姐生气了，我还是坐后面吧。男友一把按住她，让我大气一点。笑死，真把自己当霸总了。我立马掏出手机，天凉了，正是该破产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小说里的剧情也能发生在我身上。3个月前，公司派遣我出差，因为业务繁忙，和男朋友的联系也变少。今天回来，男朋友居然带着个小学妹来接机。小鱼，欢迎回来。刚下飞机，郑林就抱着一束鲜花走到我面前。我开心接过，正想搂住她的胳膊，谁知道她竟下意识躲开了。正疑惑时，她身后走出个穿白裙、长头发的清秀女孩。这是露露，公司里新招的业务员。郑林清了清嗓子：“姐姐不要介意啊，郑哥说要来接你，我正好顺路就一块儿过来了。”他说话时怯怯的，身子却紧紧地贴着郑林。呵，原来是个小绿茶呀！我当然不会介意了，你郑哥向来对员工很好，只是不知道你家住在哪个荒郊野岭，都顺路到郊外了。小绿茶眼睛都红了，娇滴滴地拽了拽郑林的衣角。姐姐是不是生气了？都怪我刚才没打到车，麻烦哥哥了。郑林安抚地拍拍她的手，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。没事，你一个人在公司门口，我也不放心。真是郎有情妾有意啊，我都气笑了。不是来接我的吗？废话那么多干嘛？送我回家。我直接把行李箱扔给郑林，大步往前走。快到他车前时，小绿茶快走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副驾驶上，挑衅地看着我。姐姐，我晕车，这2个月都是坐郑哥的副驾驶。看出来了，我原来贴的小仙女专座的图案已经没有了，座椅垫子也换成了我最讨厌的长毛毯。见我不说话，小绿茶可怜巴巴地低下头。姐姐生气了，我还是去后面坐吧，只是难受一会儿而已，也没关系的。她慢吞吞地解开安全带，委屈地看向郑林。郑林也不负所望，一把按住这个叫露露的女孩，让她安心坐着。小鱼，不要无理取闹，就这么个位置你也要计较。我冷笑几声，谁说我想坐副驾驶了？我前几天看新闻，一个女孩坐副驾驶出车祸毁容了，那脸让玻璃划个稀烂了。露露气得脸都僵了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郑哥，姐姐是不是在诅咒我？都是我不好，让姐姐生气了。车子已经启动，露露还在拿小手勾郑林的袖子。我从后面伸出脑袋，挤在他们中间，压低声音：“你再拽他几下，诅咒就成真的喽。”呀，姐姐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妈妈平时都不让我来这的，说这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说着用手捂上了鼻子，嫌弃地看着面前的老破小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姐姐你。她觉得自己扳回一局，指着旁边跑过的一个黑胖小孩：“郑哥，你看这小孩像不像咱们公司的小黑狗？”她幸灾乐祸地笑着，像是这样就能贬低住在这里的我。我也笑了。她指的可是刘大妈最疼爱的小孙子啊！只见刘大妈扔下大蒲扇，3两步冲到车前，揪住了露露的头发：“小浪蹄子，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还敢说我宝贝孙子！”露露被吓得哇哇大叫，拿起手机要报警。王大妈往车前一躺：“你们撞了我还想报警？我的心脏病犯了，来人啊，救命啊！”他们还想争辩。我指了指门口坏掉的摄像头，成功让他们闭上了嘴。
最后，露露和郑林只能鞠躬道歉，才被放行。露露啊，你妈就没教你出门要管好自己的嘴吗？我拍了拍车门，留下黑着脸的两个人扬长而去。我爸妈都是新时代的企业家，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的这件事的。他们隐瞒我的理由是怕你有钱学坏。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，突然被告知是富二代，很好，这种感觉爽极了。我和郑林是在大三时候认识的，彼时我正在穿着厚厚的玩偶发传单，因为太过笨重，一下子撞到了郑林。怎么说呢？缘分就这么奇妙。郑林对我一见钟情，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他说我清纯不做作，和那些虚荣拜金的女人不一样。大学毕业后，郑林想要创业了。万事总是开头难，我们一度止步于资金问题。当时公司只有5个人，我作为其中唯一的女生，要兼职财务、客服、厨师、清洁工。我爸妈不忍心看我这么辛苦，给了我几张存折，每张都是6位数。我以老爸的名义投资，不过我不敢对郑林承认，怕他觉得自卑。公司走上正轨后，我才回到自家公司，毕竟我是独生女，家业还是要继承的。刚进门，我妈就给了我个大大的拥抱。宝贝真棒，这次签下这么大的单子，爸妈也能放心将公司交给你了。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妈妈同意你和郑林在一起了。我爸咳了2声，我也同意了。我不同意。我泄气地坐在了沙发上，他俩围过来，好奇地看我。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非常想忘记当初为了和郑林在一起绝食的样子。许久，我才从牙缝里挤出句话：我被绿了。2脸震惊。我爸怒了，谁敢绿我于霸天的女儿？我赶紧阻止了我爸电话摇人，我自己来，自己的仇自己报，不虐死他们，我不叫于晶晶。第2天，我就打扮一新去了郑林公司。我到的时候，一群人正围着露露欢呼，辛苦露露了。看到我进来，露露撩起发丝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姐姐，我们公司不允许闲杂人等进来的，就算你是郑哥的女朋友，也不能违反规定哦。周围员工没一个为我说话的，都等着看好戏。我含笑四处打量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公司是我和郑林一手组建的，我占股20%，你拿着我的钱还要赶我走？露露求证似的看向郑林，他阴沉着脸回避了露露的视线。郑林的助理站了出来，露露这2个月为我拉来很多投资，于姐你坐享其成，就不要多说话了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天盛集团的单子最难抢，露露也能给拉来，多亏了她，咱们这个月业绩才能大爆。露露为公司立大功里，于姐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，不能因为你那点股份就高人一等啊！真可笑，公司里的人基本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现在却站在露露身后支持她。郑林因为站了出来，于晶晶，当初公司创立你没出1分钱，我看在你是我女朋友的份上，给了你20%的股份，没想到现在员工们都看不惯你。我作为公司总经理，绝不能容忍你这种行为。我们公司共占股40%，一致同意你离开公司，这是合同书，50万买下你手上股份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当初为了让郑林开心，我自愿让出10%的股份分给公司元老，没想到竟都被郑林笼络过去。我冷笑着看着郑林大义灭亲的拙劣演技，拿出包里的文件拍在他脸上。谁说我只有20%的股份了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多少？他疑惑地打开，周围都凑了过来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于晶晶，你说谎话也要有个度，以为拿了钱董的股份合同就能吓到我了吗？于姐，钱董可是郑哥拉来的投资商，是公司持股最多的股东，你想拿他来吓唬我们，怕是傻了吧？露露娇笑地贴在郑林旁边。哦，忘了合同写的是我妈钱莲英的名字了。郑林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妈姓什么了？我哼笑一声。当初公司没钱，是我拿着爸妈给的钱找人上门投资，郑林才有这番光景。为了郑林那点自尊心，我还特地用的我妈的名义。郑林不可置信地把文件翻得刷刷作响，半晌才咬牙切齿：“你可真卑鄙！你家既然有钱，当初为什么不拿出来？自己无耻地买下这么多股份，还看着我跑断腿去拉投资？妈的，好想掐死他！他哪里跑断腿了？投资都是自己找上门的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家的钱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别转移话题，现在我持股60%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”我抱肩靠在办公桌上，冷笑一声：“公司所有人股份加起来也才40%，他哪来的脸赶我走？”郑林一阵儿黑一阵儿白，自公司建立起来，他一直以老板自居，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。见他说不出话来，露露上前拉住他：“郑哥，姐姐家庭困难，这投资的钱说不定是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贷出来的，这好几年过去也该还了，再加50万，将他手里的股份全收购了吧，也算是对得起当初的情分了。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。公司现在刚刚走上正轨，他几句话就想收回股份。”郑林反应过来，轻咳一声，合上了合同。露露说的对，于晶晶，念在你在公司工作几年的份上，我再加50万，一共150万，买下你手里60%的股份。我都气笑了，拿起合同指着上面的白纸黑字：“郑总可要看清楚，我妈当年可是投资了200万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150万换60%的股份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要不这样，我100万买你的股份，比你够意思吧？”见我无动于衷，他扯出一抹笑容看我。不得不说，他模样是1等1的好，要不然我这个颜控也不会和他在一起。小鱼，你不懂公司的运营，这里也没人会听你指挥，拿钱走人是你最好的结果。他越说越得意，转身坐在老板椅上。公司人员都站在他身后，和我形成对立。看来我是在公司还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反正这个公司很快就会破产，留在这儿也没意思。2000万，这60%分股份我都卖给你。我拉出身后的凳子，翘着二郎腿坐下。2000万，正好高于公司现在的股份价值。你抢钱啊！郑林还没说话，露露先急了：“郑林，咱们大学一个专业，你别拿我当傻子糊弄。看在当初的情分上，才是这个价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我也可以卖给别人。”我敲了敲手机，他有些忌惮。公司不少客户都是我拉来的，我手机里有每个客户的联系方式。要是我出手股份，几天时间卖出去完全没问题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好好考虑一下。3天后要是我没见到钱，你知道的。我晃了晃手里的合同，他咬咬牙应了。于晶晶，现在我才看透你，你这么冷血无情，怪不得住在老破旧的小区。要不是当初我妈看上你勤俭持家，我根本不会和你这么恶毒的人在一起。郑林鄙夷地看着我。等下，恋爱4年，我都没进过他家的门。他是怎么通过？他妈是怎么看上我的？没想到你辜负了我的信任，成了和其他女孩一样拜金的人。他摇摇头，
叹息一声：“郑哥，不要伤心，好女孩还是很多的。”露露在旁边咬着唇，拉着他的衣角搅啊搅，满脸心疼都看着他。哎，人都是会变的，幸好我现在遇到了值得珍惜的好女孩。郑林双眼放空，做出深情状。要不是听说了露露是富二代的传言，我还真信了他这番鬼话。看着他油腻的样子，我打了个激灵，连忙将合同装进包里，甩在肩上，只是甩得太过，不消息给了他和露露一个嘴巴子。废话少说，后天下午我来拿钱。郑林家不过是小康家庭，父母退休前也只是公司小职员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还有那个露露，满嘴胡言乱语。天盛集团是我在掌管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和郑林的公司有合作？我倒要看看这个钱他们怎么拿得出来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郑林的自傲超出我的想象。他不仅将自己名下的车房全都抵押了，还他掏空了父母的养老金，抵押了他们的房子，甚至还用老两口的身份证借了高利贷。我爸戴上眼睛仔细看了眼资料，沉默良久。真是个大孝子啊！我怎么还有点不忍心呢？这要是公司破产了，老两口不得流落街头啊！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种想法。刚出差回来，难得有清闲时间，我特地陪着我妈去逛商场，准备选几套护肤品。只是没想到冤家路窄，碰见郑林三人。服务员，赶紧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护肤品拿出来。这暴发户的做派顿时吸引了店里所有人的目光，纷纷回头看他们。为首的是个中年妇女，一头羊毛小卷，身材臃肿，偏偏穿着个紧身大红旗袍，走动起来活像个蠕动的大蛆。露露如同花蝴蝶一样跟在她的身边。阿姨，你皮肤本来就白，要是再用点好的护肤品，保养几个月，那看起来就跟我姐姐一样了。哈哈哈，露露可真会说话。大蛆笑得张开了血盆大口，露出一嘴黄牙。郑林双手插兜跟在他们身后，大热天穿着一身西装装的像个成功人士，高昂着头享受周围人投来的目光。哟，于姐姐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家店可不便宜，姐姐可别耽误人家做生意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露露好像才发现我，小嘴巴巴一通乱说：“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我冲他翻了个白眼。店里人不少，有几个姑娘听见笑出了声。露露咬了咬牙，脸色扭曲：“阿姨，你还记得于姐姐吗？她可是郑哥的大学同学呢。”大蛆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，从鼻孔哼了一声。我当然记得，那年我送郑林去上学，看见他在校园里面捡瓶子，一看就是穷苦人家，没什么见识。我还特地嘱咐郑林平时要多照顾他，没想到你这么狠毒，竟然坑我儿子的钱。我可真是谢谢他了。他说的照顾，就是让郑林大学蹭了我4年的饭卡，明摆着是看上我人穷好糊弄，真是白瞎了他那么文雅的名字。好猪脸，我看是好猪脸吧？多大脸呢？你儿子大学蹭我了4年的生活费，这就是你说的照顾？我试着护肤品，嘴也没停。你，好猪脸气得脸上的肉都哆嗦，肥硕的手指头都快戳到我鼻孔了。于晶晶，你还有没有教养了？我妈好歹是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女儿还有别的长辈了？我妈在沙发上，一圈柜姐正围着她端茶倒水。于姐姐，你还没拿到郑哥的钱，就敢来带阿姨来这儿消费啊？
露露惊呼出声，又不好意思地捂住嘴，对那一圈的柜姐说：“小姐姐们，于姐姐虽然没钱，但你们可不要和她计较啊。她是穷怕了，总喜欢那些奢侈品。不是，她是瞎吗？我妈可是穿着当季新品，戴着成套首饰。”柜姐们也同样震惊了。要知道，我和我妈可是超级大客户，每个月都给他们贡献不少业绩。郑哥，实在不行，我们替于姐姐结账吧，钱就在下午的时候扣出来吧。露露撅着小嘴，仰着头对郑林说：“我谢谢你啊，用我的钱替我付款。露露，你可真善良，他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为他说话，可咱们不能总是包容他。”听得我抓耳挠腮，原地蹦迪。你这是咋了？我妈吓得站了起来。我被恶心的发疯了，冷漠地吐出一句话，挥手招来柜姐结账。旁边郑林他们3个盯着我，好像断定我拿不出钱来。有些人别打肿脸充阔气，小心回家都坐不起公交。10几个袋子都打包好了，直接刷卡10万。好的，于小姐，还是放您车上吗？柜姐笑开了花，这一单就顶她1个月的业绩了。你哪来的钱？郑林死死地盯着我。你管得着吗？我挎着我妈就要走，被郑林拦住了。你变了，你现在太虚荣了。他痛心疾首地摇着头。我妈一脸黑线地露出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。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能看上这个玩意。恰好郝珠莲也选好了，大概是想和我们比阔气，他和露露拿了我们2倍的量，总共20万。柜姐一脸激动地来到他们面前。郑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这值20万。我一下来了兴趣，停在门口盯着他们几个。郝珠莲拔高了声音，有些人买几件东西就觉得自己是有钱人，我儿子那才是真的有本事。一句话堵得郑林下不来台，强忍着心痛拿出了银行卡，但捏卡的力气太大，柜姐差点没从他手里拿走。郝珠莲提着袋子昂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，还放了个尖酸刻薄的屁，熏得郑林脸更黑了。我好心替他们算了算账，这20万应该是除去买股份的钱，最后剩的了。现在这么大手大脚的，以后没钱日子的可怎么过呀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给他们提个醒。毕竟我可是个好心人，最看不得别人受苦。所以刚吃完午饭就赶去了郑林公司提醒他。公司门口，一群人春风拂面般的站在门口迎接我。郑林更是指点天下般的炫耀着手中的准备好的合同。今天郑总高兴，晚上请大家去喝酒。露露亲昵地抱着他的胳膊，只是不知道过几天他们还能不能有这个好心情。我收到钱，将股份转让给郑林。他兴奋地拿着几张薄薄的合同，就差拍在我脸上了。于晶晶，咱们现在算是一刀两断了，以后某些穷酸装阔的人可别缠上我。周围人也发出哄笑，真是人走茶凉啊。曾经跟在我身后学习3个月的小姑娘也在嘲讽我，眼皮子浅，赚大钱的机会都给扔出去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马不停蹄地走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不与脑残论长短。走出公司后，我顺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。天凉了，正是该破产了。我爸好像是在刷碗，嫌弃地对我说：“你小说看多了吧？你偷偷给郑林公司搬家里的东西，我还没跟你计较呢，赶紧都给我拿回来。”完蛋，忘了还有这茬。我挂掉电话，阴沉一笑。天凉正破，希望你们准备好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再次来到公司门口，正好碰上郑林签合同的大场面。露露风姿摇曳地撞开门口的我，
身后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精英男。这是天盛集团的孙经理，想和我们公司合作。他特意绕到我面前，炫耀地开口：“只是，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公司有什么孙经理？”郑林他们立马点头哈腰地开始接待。于是我就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被忽悠着签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合同。我忍不住扣桌子：“你们就不觉得太顺利了吗？谁都知道跑业务是最难的，合作公司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争利益、打嘴仗的事情，才能真正拿下。哪有像这样甲方单位自己上门，还自愿让利的？”露露可怜兮兮地摸了摸眼角：“于姐姐是不相信我吗？大热的天，我跑了很多地方，还耗费了家里不少资源才拿下的。于姐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没有资格。”露露指手画脚：“于晶晶，露露可不是你这种人，她不光是富二代，还舍得为公司付出，才不是你这种小人能比的。”周围人义愤填膺，仿佛我的话是对露露的莫大侮辱。你就是嫉妒露露，所以才一直针对她。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，现在请你离开。郑林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已经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，怎么会接受别人的反驳呢？走是一定会走的。我拍了拍手，走进来一群黑衣大汉：“给我搬！”“你要干嘛？”郑林急忙拦在前面。我环顾四周，公司里处处都是回忆。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还真是下了不少本呢。公司的桌子椅子我买的，饮水机我买的，空调我装的，打印机我买的，滤纸我买的，垃圾桶我买的，扫帚我买的，就连你们擦屁股的纸都是我买的。我这边可都是有发票的。我带着人走了一圈，成功搬走了公司大半部分产业。现在屋里就剩下电脑和网线了，灯泡我都给拧了。公司员工都在窃窃私语，大概他们都想不到，公司里的东西都是我自掏腰包置办的。郑林羞得面红耳赤，站在一旁攥紧了拳头。我享受着他愤恨的目光，扬长而去。原以为再也不会见面了，可谁能想到2个月过去，他们还在蹦跶。宴会上，露露穿着一袭小白裙，依偎在郑林身旁，2个人手挽手穿梭在会场上。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这场商业宴会请的都是国内知名企业家，以郑林的公司级别根本不够格。那他俩咋进来的？于姐姐，这是商业宴会，你怎么能进来？真是冤家路窄呀！我才坐到沙发上，露露又发现我了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别一会儿被人扔出去。郑林穿的人模狗样，头发还打了蜡，头上那个油啊，苍蝇上去都得劈叉。见我不说话，露露更以为是我心虚。于姐姐拿了那么多钱，怎么也不买身好衣服再来？每次宴会我都要买陈家的新款，一会于姐姐在门口等着，等我不穿了可以送给你。毕竟这高档宴会上的裙子，我是不穿第2遍的。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黑色小礼服，这是我妈给我私人定制，上面的1颗钻都能买下他们一身行头。于晶晶，你如果再对我纠缠不休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。这2个智障，是一点没注意别人看他们的眼神啊。这次宴会是我爸的合作伙伴刘叔举办的，特地邀请了我们一家。本来我是不喜欢出席这种场面，奈何爸妈又出去旅游了，只能由我出面。宴会上认识我的人不少，毕竟作为天盛集团的接班人，我还是很出名的。大堂经理适时走了过来：“于姐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一会儿众目睽睽被丢出去会更丢人。”他得意洋洋地扬起嘴角：“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”
孙经理垂头立在一旁，恭敬开口：“请这位没被邀请的小姐出去。”露露高昂着头，轻蔑地指向我。经理没动作，我知道他在等我说话。他俩是谁邀请的？我靠在沙发上，摩挲着新做的美甲，眼神扫过郑林和露露。经理瞬间秒懂，下一刻就让他们出示邀请函。他们自然是拿不出来的，什么档次也配刘叔邀请？郑林被一群人注视着，紧张的额头都出汗了。露露也慌了，但看见依旧坐着的我，眼神一亮。他也没有。经理笑了笑：“这是我们董事长亲自邀请的贵客，不需要邀请函。但是你们二位……”露露恍然大悟，声音变得刻薄尖锐：“怪不得你抛下郑哥，原来是傍上金主了呀！”郑林扭头看向我，一脸的愤怒：“于晶晶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声音有些大，瞬间吸引在场人的目光。马舵，尴尬的我又想抓耳挠腮。我倒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金主，二位是想砸我的场子吗？刘叔走了过来，一脸严肃地站在我身边。郑林和露露自然认识他这张活跃在一线网络的脸，顿时慌了神。刘董，我们不是说您，是她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企业家，就是个公司打工的，不知道怎么混到会场来的，还扰乱会场顺序。我们正想帮您把她赶出去。露露在刘叔冷漠的目光中越来越结巴。他是小职员，那你们又是谁？郑林整了整衣服，上前一步，掏出名片，递到刘叔面前。刘董，我是郑氏公司总经理郑林。我可没听说过什么郑氏，倒是于小姐，是天盛集团的总经理，他父亲于霸天是我的至交好友，这是我请来的贵客。你们又是谁请来的呢？刘叔没接他的名片，伸手招来保安，准备将他们送出去。露露还震惊在我跟天盛集团有关的消息中，被保安推着往外走。刘董，是孙不义经理邀请我们来的。郑林被推搡着大喊出声。刘叔一愣，和经理耳语一番，然后被气笑了。一个保安队长也能做我的主了。最后郑林和露露被赶出了会场，连放他们进来的保安队长也被开除了。直到宴会结束，他们还在门口纠缠。小婊子，我供你吃供你喝，你不说想见识见识上流社会的生活吗？这个小白脸是哪儿来的？还连累我丢了工作，我打死你！保安队长是个彪形大汉，他死死地拽着露露的头发不撒手。怪不得他俩能进会场，原来是露露为爱献身。我倒是小瞧了他对郑林的感情。郑林在一旁如遭雷劈，富二代女朋友居然成了被包养的小三。见我坐上了豪车，他也不再管哀嚎的露露，顿时扑到了车窗前。小鱼，我是被露露那个贱人骗了，我错了，宝贝你回来吧，公司是咱们一手创立的，以后咱们还是一块掌管，不分你我。我和郑林恋爱4年，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宝贝。我原来只以为他是个情商低些的直男，没想到也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。看着露露有钱就能抛弃我，现在看着我有钱了又要抛弃露露。我坏心眼地摸了摸不存在的眼泪。郑林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出差是我爸妈对我们的考验。本来他们已经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，只要再坚持1天，你就能成为天盛集团的乘龙快婿。可惜呀，被你亲手毁了。他脸上满是对天盛集团女婿的向往，对着旁边的露露恨得咬牙切齿。都是他勾引我的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宝贝原谅我吧。可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转头关窗，麻溜走人。直到车子开远，
我还能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的身影。我躺在后座哈哈大笑，这简直能拍一部电视剧。名字就叫《千金大小姐》，隐藏身份，打脸势利眼装逼男，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。我的事业越干越红火。期间，郑林想尽了办法联系我。他认定了天盛集团与他公司签订合同时，我还对他怀有旧情。于是每天都订花送到公司楼下，短信也是不断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，甚至动员了大学同学试图挽回我。每天看他的低声下气的道歉，现在都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休闲时刻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坚持多久，并不是他放弃了，而是骗子终于下手了。他们卷了资金跑路了，他急了，成天守在我公司楼下，短信也是不断。金金，你公司的孙经理是不是最近来上班了吗？我这边联系不到他人了。金金，咱们感情上的事儿不能影响合作关系啊。于金金，我劝你敢让孙经理联系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堂堂天盛集团还要诈骗小公司资金，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。他的报警当然没有结果，合同是他自愿签订的，警察也没办法。郑氏公司一下子倒闭了，不仅血本无归，还拖欠了员工3个多月的工资。曾经义无反顾站在郑林身后的员工，将公司仅剩的几台电脑也搬走了。现在就剩2个穷光蛋，还有承重墙了。对，露露也没走，现在和郑林一起在公司发狂。幸亏当初没把监控拆走，现在还能看一波狗咬狗的好戏。你不说这是天盛集团的单子吗？为什么那边？郑林发疯般地质问露露，不知道露露是不是太相信自己能力，不仅劝得郑林押上了全部身家，连他自己的存款也都投了进去。现在是钱没了，依靠的2个男人也是一个失业，一个破产。不仅如此，这2人同样都是恨他入骨。上门验收工作室那天，郑林一家3口还有露露都在。没错，我除了是天盛的总经理，还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包租婆。他们公司所在的大楼都是我家的资产，现在公司都空了。郑林的父母由于房子被银行收回，只能住进了曾经的总经理办公室。公司里能抵债的东西都没了，里面也就他妈买的那几套护肤品最值钱。小鱼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不然创业的时候不会一直帮助我。郑林看见我开心极了，盯着半个月没洗的油头，深情凝望。你也想我的对不对？郑林眼睛都亮了。不是，你多久没刷牙了？真的好臭啊！那一嘴大黄牙，熏得我想吐。我挥了挥手散位，把租房合同递到他面前。我可真是太善良了，直到最后一天才来收房。他不可置信地打开，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要是知道，怎么可能会和你分手？都是你害了我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把错都怪在了我头上。要是你早点说，我现在还是郑氏公司的总经理，有了天盛集团的保驾护航，我的公司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都是你不肯帮我。郑林，我还要怎么帮你？公司选址在最繁华的地段，我以低于市面价格50%的租金租给你公司，没有人投资，是我低声下气地问父母拿钱，公司招不上人，是我每天顶着大太阳去大学里面宣传，那些员工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你除了会在办公室里抱怨生不逢时，还关心过别的事儿吗？郑林抱头痛哭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不是那么喜欢我的吗？我给过很多次机会，
可你从来不珍惜。曾经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不惜一切也要跟他在一起，甚至为了与父母对抗。几年的感情不是作假。我抹了把眼泪，招呼人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想到他们马上就要无家可归，我的圣母心又发作了。郑林，你也知道我并不是狠心的人，看你们流落街头，我也很难过。其实露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，2居室正好够你们住，你们日后好好过日子吧。一听这话，郝珠莲双眼一亮，一把揪住露露的头发。小贱人，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还骗我们说没钱。郑林他爸也忍不住动了手，毕竟他们的老总儿子一下子破产，对他们打击还是很大的。有个发泄口也好，别把老2口气坏了。再次见到他们是在大学同学会上，我刚到酒店门口就看到了熟悉的人影。郑林抱着一束玫瑰蹲在马路边，见我停车立马冲了上来。小鱼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，来接你的。虽然他穿的人模狗样，但说话却扑面而来一股馊味。不知道最近他干了啥，不仅脸上有抓痕，黑眼圈巨大，人也消瘦不少。他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的思念，吵得我脑袋瓜子疼。到包间时，同学们都已落座，还特地给我留的并排的座位。见我和郑林一前一后进来，纷纷露出姨母笑。金金和郑林恋爱好几年了吧？到时候给我们发请帖呀！一定一定，到时候大办一场，各位都要赏脸啊！郑林微笑着上前，想要搂住我，但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。郑林，你公司不是刚破产吗？哪来的钱大办一场啊？我放下包包，优雅落座。见大家不明所以地看着他，他有些尴尬地压低声音：“金金，咱们自然是夫妇一体，不说什么你我。”我嗤笑一声，我的请帖大家是收不到了，还是郑林和学妹比较有希望，毕竟我们郑总可是说过不想沾染穷酸的人。室友知道我俩的事，扑哧一声笑了。我说郑林，你那个单纯善良的富二代小学妹呢？怎么没带来让我们看看，也好见识见识郑总的魅力？郑林苦笑，我以前是被蒙蔽了眼睛，现在知道了谁才是值得我珍惜的好女孩。这话好耳熟，像在哪里听过一样。郑林，你上我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，住着我的房，把你爸妈丢在家里让我伺候，转身来追被你绿了的前女友，你这个软饭男！露露冲进门，把包砸在他身上，破口大骂。郑林脸上挂不住，回嘴道：“要不你骗我是富二代，我和小鱼早就结婚了。”得了吧，你妈早说了，当初一眼看上的就是于金金捡垃圾的穷酸样，就是为了大学的时候能有人伺候你，打的就是创业成功后娶白富美的主意，现在在我面前装什么深情？我当初怎么没看出你这狼心狗肺的样子？还有你妈那个难伺候的，你偷了她的首饰卖钱，她在追你的时候摔倒了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，你还有时间在这装模作样？回家给你妈收尸吧。露露撂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郑林左右为难，最终还是选择去了医院。趁着郑林一家不在，露露火速把他们的东西都扔了出去，自己背个小包远走高飞了。至于郑林他妈，死倒是没死，只是脑梗发作成了偏瘫。他们没钱做手术，只能租了辆车回露露家。好不容易上了楼，见到的却是扔得满地的行李。但任凭他们怎么骂，露露也回不来了。我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开心地围着我爸转了好几圈。我还没出手，他们就把自己给玩完了。我妈也是一脸兴奋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咱们不得庆祝一番。
正好你刘叔的儿子留学回国，今天晚上咱们去聚个餐。”我却背后一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